谈古论今，谈天侃地。大家好，我是格隆。今天我们聚焦的国家是英国。格隆今天在英国的最核心地带威斯敏斯特教堂门口给大家做这期节目。如果要在近现代人类历史上面寻找一个对人类文明贡献最多的国家，或许非英国莫属。这不单是因为它曾经强大的日不落帝国，也不单是因为工业革命爆发在这里，也不单是因为它诞生了牛顿、达尔文、亚当·斯密这些揭示了星球运动规律、人类进化规律和人类的财富生产创造规律的科学巨匠。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家以一套行之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在长达的500年的时间里面，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丧失了全球所有的殖民地，本土也被炸了个稀烂的情况下面，依然不倒。虽然它的 GDP 总额刚刚被印度超越，被挤到了全球第6，但是它的人均 GDP 仍然高达4.6万美金。这个人均 GDP 的水平，在全球超过2万亿美金体量的经济体里面，仅次于美国和德国，排在第3，比排在第5位的印度的人均2300美金 GDP 的数量高出了差不多20倍。我们知道，在人类这个星球上面，曾经有很多国家先后强大过。在英国崛起之前，西班牙、葡萄牙、荷兰都曾经无比强大，但是现在都淹没在历史长河中。那英国是如何做到在长达500年的时间里面，屹立于这个星球上面最强大国家之林而不倒的呢？原因有很多，但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或许就藏在格隆身后这一个全球最大的哥特式组合建筑里面。西敏寺几乎从一开始就是英国王室皇权的象征。英国王室几乎所有重大的事情，比如说出生、洗礼、结婚、加冕以及死后的上葬，都在这里。但如果就这样，英国就和其他欧洲王室国家就没有什么区别。我带你走进西敏寺里面，你就能很快发现秘密。西敏寺与其说是至高无上的王权墓地，不林说更像是这个国家的英雄纪念碑。西敏寺除了埋葬有30多位国王王后，更葬有3300多位为英国这个国家做出过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这个国家想用这种无上的荣耀告诉他的民众，高高在上的并非皇权，真正值得给予尊崇的是民众英雄。走进西敏寺以后，你脚下踩的每一块石头基本都是一块墓碑，你可以轻松找到牛顿、达尔文、麦克斯韦、法拉第、霍金这些名字如雷贯耳的科学巨匠的墓碑。教堂南翼是文学家私人扎堆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轻松的找到比如莎士比亚、乔叟、王尔德、拜伦、狄更斯、勃朗特3姐妹等等差不多120多位文学巨匠的墓碑。这个数字已经是入葬的国王数目的4倍还要多，这充分显示这个国家在意的是什么，推崇的是什么。西敏寺的所有墓碑都是有名有姓的，甚至1940年伦敦轰炸期间1000多名牺牲的皇家空军飞行员名字都一个不落的刻在了石碑上。唯有大殿中央正西门，就是现在我们正在拍的这个门的，有一个无名战士墓，埋葬的是1920年从法国运回的一个一战中牺牲的无名战士。这也是西敏寺里面唯一一块不允许踩踏的墓碑。这就是西敏寺，无名战士和国王和牛顿、莎士比亚、丘吉尔等同的荣耀，一同安息。说到这里，我要简要的澄清一下，我知道简体中文世界言之灼灼，说西敏寺有一块无名碑，碑文的大意是：当我年轻的时候梦想改变世界，后来长大发现世界很难改变，于是我决定只是改变我的国家，然而依然很难。当我垂暮之年，我绝望中只是想改变我的家庭，可是还是做不到。现在我行将就木，突然意识到，倘若当初我只是改变我自己，并作为榜样影响我的家庭，进而或许改变我的国家甚至世界。这段文字作为鸡汤是很好了，但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西敏寺里面除了这一块无名战士纪念碑以外，再也没有任何一块无名碑。我是格隆，关注我，我们一起提高认知，不做韭菜，不被收割。